朋友们，我们都知道，觉知呢就是觉察和知道。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是谁在觉察和知道？是你吗？不是，是觉。那觉为什么能觉察和知道呢？这个问题呢，用阳明先生的4句教特别好解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心学里边最著名的4句教，这也是阳明心学的精髓和天机所在。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首先我们要明白这里边的善和恶的意思。这里的善和恶呢，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单纯的好坏对错这么简单。这里的善呢，其实它就是所谓的中庸，也就是不偏不倚，最中正最合适的意思。那么恶呢，则是过或者不及的意思。所以呢，这里面它存在着一个相对。阳明先生也举了个例子，就比如说你正在你的花园里除草，这个时候呢，草对你来说它就是恶的，因为你不需要它。但是相反，如果你要在一个平地上准备铺一个草坪，要种草，要踢足球，做个足球场，那么草呢，它对你来说呢就是善的，因为你需要它。好，那我们先来看看第1句，无善无恶心之体。这里边这个心呢，可不是说我们这个肉人的心脏，这里边这个心呢，指的是那个清净光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本心。记住了，本心它就是良知，就是觉，是超越了那些受限于生死的各种生命形式而永恒在的那个一。它是无染的，就像镜子一样，只是照见，知道苹果是苹果，梨是梨，但是不会去分别哪个比哪个好吃。作为无形的不灭的本质，心之本体不仅超越了所有的生命形式，更深深地根植于每种生命形式当中。也就是说，它作为你最深的自我和真实的本质，你可以在每个当下去接触到它，但是你千万别试着去掌握它的含义，你也别试着去理解它。老子也曾经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只有当你的思维处于静止的时候，当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当下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它的存在。但是从我们的思维层面，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理解它。本心和良知都是属于高维空间的智慧，从来没有人可以宣称他独立地拥有了本心或者良知。如果谁这么说，他一定是个大忽悠、大骗子。因为只有你在安住当下的时候，用阳明先生的话说，就是先要息思虑以后，克除了一切社会习气的影响，去除掉了所有的起心动念之后，在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去和本心连接，去拥抱良知。所以记住，正如老子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从本心或者从良知、觉知这些词、这些概念所体验到的它们，这只是小小的一步而已。阳明先生著名的龙场悟道，他所证悟的就是这个心即理，理呢就是天理，又称为良知。所谓格物，并不是向外从万事万物当中去寻找天理，而应该是调转方向向内格物。其实格的就是自己的心，格物即修心，天理呢就在我们的本心，一切都可以找到答案。阳明先生说了，心外无物，外在你什么东西也不用格，天理呢它就在我们的心中。一旦你以良知去感应万物，那万物它就是一体的，这就叫做万物一体之人。而所谓的格物呢，就是去光明我们的那个心之本体，也就是良知。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要去摆脱那些不同的我执，也就是小我的主宰，
而去回归到自由意志，让自由意志去链接本心和良知，保持知行合一。所谓心外无物，如果你方向错了，打算去从外在的万事万物上去隔道理，那隔一辈子你也隔不完。王阳明年轻的时候，他也去隔了1个星期的竹子，最后什么也没隔出来。但是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王阳明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品质，就是认真。他是真的对一切他所感悟到的东西，最后都去体验和验证了。这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我们都是听谁说了，觉得有道理，觉得当下就悟了，可是不去验证，听了也等于白听。别忘了，知而未行等于不知。就比如你现在听我讲完后，你却不去在你的生活中去验证，就等于没听。王阳明就是这么做的，亲自去践行，去知行合一，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心学。好，接着说，有善有恶亦之动。当本自清净，本不住相的觉，一旦产生了善恶、对错、美丑、是非的一个执着，这个时候就是叫有善有恶亦之动。这个义其实如果非要对号入座的话，就可以理解为被惯性系统操控之下的你的大脑、你的思维。它其实代表的是你的认知、你的习惯，就是对本来只是知道的镜子上夹杂了你认为这个东西好，那个东西不好，于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就是你对好坏是非善恶的一个取舍，产生了一个住，产生了一个留，于是觉的照见变成了你的分别。正如阳明先生所说，一切善恶的念头情绪，全部都是从这里发动的，不断推动着你去造业，制造因果的也是它，它就是你一生的死敌。但是呢，你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赢，系统呢，往往就是要通过这个东西把你拿捏得死死的。你总不能不要你的大脑吧？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你的自由意志永远只是这一切的观察者，不为所动，不被系统带着大脑发动的这些念头和情绪所捕获和消耗，安住于当下。所以当我们搞清楚这个意之动以后，再往后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所以他当然知道这个意所发出来的这个念头和情绪当中，到底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恶的，也就是哪些是中正合适的，哪些是过的或者不合适的。用大家都能听懂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当你心里面一纠结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纠结了？你的心不平了，你才知道纠结，然后你在不平的心上给它冠以各种名号概念，什么纠结、痛苦、怀疑、难过、悲伤、忧虑、孤独。其实对于良知来讲就是不中正，用佛家的话来讲就是起了妄念，用老子的话讲就不在道中了。之前我们说过，绝大多数人的良知其实早就已经被社会习气所沾染遮蔽，因此而变得暗淡无光了。在你失去了良知的这个指引的情况下，你的肉人就会在这些张牙舞爪的情绪和念头面前变得毫无抵抗力和分辨力，进而被他们所驱使和控制着，做出了很多是非颠倒、远离中庸正道的事。而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四句教的最后一句，为善去恶是格物。注意，既然是要为善去恶，那么首先你就要先知善知恶，而知善知恶的又是什么呢？当然还是良知了。所以这个为善去恶的格物过程，其实就是你去光复那个已经被遮蔽了很久的暗淡无光的良知的过程。只有知善知恶的良知先光明了，你才可以去拿起光明的良知作为武器，
来留下善的，去掉恶的。你看这个过程，不恰恰就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要想摆脱那个强大的惯性系统，也就是这些情绪和念头的驱使和控制，你就必须要釜底抽薪，去找到可以对付它的唯一的武器——良知。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觉知。而可以去让你提起觉知、拥抱良知的，并不是你的习惯，也不是你这个肉人，他们不会，也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件事的只能是那个更高级的本我，也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就是我们的灵魂本身。因为只有我们的这个灵体，它才是来自高维的，才有这个能力。高维对高维，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